韩跑团分则天下无敌，合则一滩烂泥。今天再看12年前的中韩跑男对决，那真是冰山臭水遇知音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对手。2014年刚开播1个月的中国版跑男遇上了深耕4年的原版 Running Man， 这场关中韩对抗赛至今仍然是真人秀跨域联动的天花板。在韩国跑团得知今天要和中国跑团对撕的时候，反应最快的是李光洙，他脸上肉眼可见的兴奋，可是他在兴奋什么呢？ Angelababy， 对，他在期待和 Baby 的邂逅。在遇到 Baby 之前，他一直在游戏场地的各处乱晃，目标非常明确，眼里只有 Baby。在找到 Baby 之后，什么对抗，什么撕名牌，什么游戏规则都被他抛在了脑后。他只想在此刻拥有一张和 Baby 的合照。甚至在鼻子叔假借握手要去撕 Baby 的名牌时，李光洙也完全把什么阵营都忘了，立马对 Baby 伸出了援手，同时狠狠控诉了鼻子叔。这一期对李光洙来说，哪里还是什么竞技型综艺啊？这分明就是给他专门搭的追女神舞台啊！最后，李光洙是被自己的女神偷袭撕掉的。这个人被撕掉的第1秒还在怒吼，说没想到 Baby 是这样的人，周围的粉红泡泡都碎掉了。可是下一秒，1秒安抚。我不怪李光洙双标，毕竟谁不想急头白脸的被 Baby 抱一下呢？和李光洙这边的粉红泡泡不一样，外面别人已经打得有来有回了，只是邓超和哈哈怎么是比无比的有来有回呢？邓超故意一开始还想酸一下，结果迎面而来的哈哈直接临阵起手，先来了一套广播体操。邓超看到眼睛都亮了，眼里全是棋逢对手的欣赏，一上来就遇上同频的人，这不就是老天送来的礼物吗？也就是从这一期开始，我患上了一个看到邓超就想笑的病，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最好的治疗方案。而另一边最热血的居然是林更新和鼻叔，先别管两个人强度怎么样，那反正是有来有回的撕了6个回合，撕到鼻叔都性情了，不仅阻止了队友来帮自己，还连连感叹自己遇到了劲敌。如果不是知道这俩人草履虫一般的水平，如果不是后期配字，是谁更弱呢？我都要以为这是一场世纪强度大战了。而且他们俩让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撕名牌期间是可以暂停休息喝水的。上天入地，再也找不到能和鼻叔撕得这么势均力敌的人了。而在这一场被1秒淘汰的陈赫，虽然没有贡献什么战斗场面，但是却在听到王宝强被淘汰之后，贡献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表情包。不过这一期后半段的对抗也非常精彩，郑恺在扶梯上匍匐前进，之后跑出残影，一把撕掉了和邓超死死缠斗的哈哈，还有李晨和金钟国的世纪对决。这一场李晨输给了经验更丰富、体格更大的金钟国，别的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从那一期开始，李晨的体格越来越大了。而邓超在队友接连被淘汰之后，终于觉醒了。他接连对上了韩国跑团的好几个人，虽然最终还是落了下风，但是他虽败犹荣，哪怕两队之间语言不通，交流全靠肢体比划、眼神示意，这群人也没有半点拘谨和隔阂，所有人都彻底放开，沉浸式投入游戏，没有偶像包袱，没有端架子，不用刻意制造剧本炒热度，纯粹享受竞技博弈的乐趣。现在回头看，这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期了。之后在2016，双方还开启了第2次中韩对抗，这一次李光洙和王祖蓝一队，两个战力上的矮子在一起，没多久就被邓超、刘在石扯掉了手环，必须有一个人淘汰。而祖蓝把留下来的名额留给了李光洙，理由是我留下来已经输。李光洙参加综艺这么久，终于遇上了一个心软的神，当即下定决心要给祖蓝报仇雪恨。结果下一秒，光洙冷静，再见，对不起，再见。李光洙心如死灰，满心愤怒无处发泄，只能给旁边的人一人一巴掌。这时候恐怕路过一条狗都得挨一下吧。而祖蓝在监狱里一开始还满心期待着李光洙带几个人下来，结果一转头天塌了。中韩跑团2次合体，4次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！只不过在这2次中韩对抗结束后，两档综艺都踏上了人员变动的道路。中国跑团后续不断更换常驻嘉宾，元老成员陆续离场，固定搞笑搭档、默契队友不复存在。节目开始偏向流量包装、剧本特效，弱化真人博弈和即兴搞笑。早年真实纯粹的竞技氛围感慢慢消散了。甚至现在的最新季度收视率一度跌至 0.27%， 韩国原版 Running Man 同样难逃变动，曾经的搞笑阵容逐步瓦解， Gary 官宣下车，元老成员陆续调整录制节奏，早期无剧本无修饰的纯粹欢乐越来越少，后期节目偏向固定人设炒作，少了早年的随性，
可是综艺最本真的内核只是给人带来快乐而已。12年前那一期中韩对决，所有人语言不通，都能以最放松的状态互相配合，大家玩得起放得开才是综艺最抓人的底牌。现在很多综艺已经本末倒置了，把炒作、流量、剧本当成流量密码，反而弄丢了最基础的快乐。人永远会为真诚买单，所以当某些综艺抱怨市场不好的时候，不如先看看自己够不够真诚。